最近有非常多的客人一直問我們一個問題，他覺得自己的臉變大了，或者他原本比較大，他在網絡上看了一下，要讓臉變小，最常用大概有3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呢就是打肉毒，第二個方法就是什麼？用消脂針。第3個方法就是說，拉緊啊。有些人說臉拉緊臉會變小，那很多人就很好奇啊，到底我應該用肉毒，還是要用這個消脂針，還是我應該要拉提？所以，我們今天的主題呢，就在比較這3個東西，來跟大家講這3個東西到底可不可以讓你臉變小？那是什麼狀況都可以用呢？還是有一些事情你要特別注意？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。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第一個主題就是打肉毒。肉毒为什麼可以用來小臉？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說，我們打肉毒之後，你因為肌肉沒辦法用力，肌肉用力的時候會比較大塊，就像我用力的時候胸部比較大。你如果變軟了，它就會變比較小塊。肉毒用來小臉最常用的就是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打完以後，臉是很明顯變小。不用削骨就可以用到這樣，它打的就是所謂的咬肌。打肉毒在小臉有幾件事情你要注意。首先，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你的臉大是不是因為咬肌造成的。咬肌的位置在哪裡呢？在我们可以看耳朵的前面這裡是颧骨這裡是颧骨，這裡是下頜骨，它是在後半段。可以把你的手放在這裡，大概2隻手指放在這裡，牙齒用力咬。如果你用力咬了，它還會鼓起來，所以就会鼓起來。那這一種你就是咬肌造成的臉大，你打肉毒可以小臉沒有問題。咬肌呢，就是我們側面這個地方一個很重要的支撐。如果當你的臉已經開始有鬆弛跟下垂的狀況，你把這個咬肌打小了，那少了一個支撐，它的這個上面的組織就很像是走山一樣，有可能往前滑落，掉成什麼？變成嘴邊肉。本來最方的地方在後面，現在變成是前面的 U 型臉，從國字臉變成 U 型臉。如果你的臉已經有鬆弛跟下垂的狀況，你千萬要注意，你不能只打咬肌，因為打完咬肌會讓你鬆弛跟下垂的狀況可能會變得更嚴重。當它下垂的時候，當它鬆弛的時候，就算你之後肉毒已經失效了，你這個鬆弛跟下垂不一定會回來，有可能會一直都變 U 型臉。第二個大家很常問的就是這裡，這是消脂針用來小臉到底有沒有用？在這個國外的一些研究的 data， 還有就是衛福部核准的這個項目裡面，最主要都是用在脖子、雙下巴這個地方，不是那麼贊成用在臉部。第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消脂針呢，它會溶脂肪沒有錯，可是在一些動物實驗發現，它有可能會影響到顏面神經。第二個問題呢，如果我們身體去抽脂，你這個脂肪一下消了很多，或是你本來皮稍微有點鬆，這個時候如果你去抽脂抽太多，你這樣你皮就會收變得很鬆。那消脂針會不會？我遇到很多的客人，他常常跑來就是跟我說要打，就是臉變得更鬆了。消脂針沒有辦法有緊實的作用，相反的，你打多很有效，那你臉一定會鬆。這裡之前他覺得有一塊，覺得讓他臉變比較大，他打了消脂針，就出現了一些本來沒有的條紋。這個也是一樣，你可以看到凹凹凸凸的非常的多。那這個做完了之後，你會發現這些紋路都不是本來該有的紋路。如果你今天打消脂針，你的臉原本的這個緊緻度是 OK 的，你可以打一些消脂針去消。如果你臉原本就有一些鬆弛跟下垂的狀況，你千萬不能打消脂針，因為打完你會垂得更厲害。很多人的臉，他覺得他臉變大，是因為他的臉下垂了，造成嘴邊肉。想說我這裡多一塊，我就把這個脂肪消掉，它就會平順。當然不是這個樣子。如果你今天還很年輕，或者是你本身的緊緻程度都還非常好，你的這些皮膚啊，你的這些筋膜就很像是一個有彈性的气球。你覺得這個今天氣球太大了，好像臉太大了。我把气球放掉一些氣，气球就縮小，就讓你臉變小，而且還是維持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形狀。OK fine， 你可以打消脂針沒有問題。
可是有很多人的狀況不是這樣，很多人他臉大，其實是因為他鬆了，他垂了，他掉下來了，就很像是一個塑膠袋。這個塑膠袋呢，它其實就是已經有點鬆鬆了，它裡面裝了一堆東西。好，我今天把裡面的東西拿掉一些，這個塑膠袋它就會縮小，就好像臉會變小。事實上不是這樣，這個塑膠袋呢，它已經有點鬆了嘛。你把裡面的東西拿掉的時候，塑膠袋只會更重。臉大必須要評估你的臉緊緻程度夠不夠。如果緊緻程度不夠，你打消脂針的結果只會什麼？更鬆、更粗。除了這個之外，還有一種狀況啊，就是你的臉這個大，如果問題不是淺層的脂肪，是深層的脂肪，那也是絕對不能打消脂針。第三個就是有些人說臉小，我們把臉拉緊了，把它提上去的臉會變小。臉當它比較緊緻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它臉是變小的，因為當它垮下來的時候，你臉會變成 U 型臉。那這種狀況你可以打消脂針嗎？絕對不能打消脂針。這種狀況你可以打咬肌嗎？不能先打咬肌，你要先把它變緊以後，你再打咬肌。你要按照這樣對的順序，它才不會說我打了咬肌，反正它垮得更厲害。有一個你可以看它變多這個不是修圖了，不是它做了什麼眼睛這個眼袋跟淚溝，當然我們有處理啊它重點也是一樣，我們把它臉提上去。其實有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有點嬰兒肥，有點像你這個樣子，但是你會覺得臉很垮嗎？不會，他的臉是有嬰兒肥的，對吧？但是你不會覺得他臉大，你會覺得他的臉是挺的。比如說像胸部，如果它今天是挺的，你覺得它是好看；但是如果它是垮的，你就會覺得大而不當。一樣的意思。當它是垮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它臉大不好看。但是你只是把它上提，你甚至沒有刻意去消掉它的這些脂肪，你都會覺得，它臉變小了，因為它是挺的。这裡順便講有很多的診所，它那個術前術後照片，你會發現很有趣它會刻意，比如說它那個法令紋的照片，術前就是笑的，術後就是不笑。因為術前笑的時候，法令紋看起來比較嚴重，術後不笑，法令紋看起來沒那麼嚴重。可是你看我們這裡看，這我岳母做完了，她反而術後，她笑着，她一樣沒有什麼法令紋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她的臉看起來，我們沒有特別去消掉她的脂肪，但是你看起來就會覺得她臉看起來是變比較小的，因為她是變挺了。剛剛看的一些是有些有點年紀的人，我們再看，其實有很多人他年紀很輕，可是他就會覺得這兩坨已經有點掉下來，這就是嬰兒肥掉下來。嬰兒肥是什麼問題？嬰兒肥其實指的就是深層的脂肪墊。深層脂肪在哪裡？深層脂肪是在我們的筋膜的深面。淺層跟脂肪跟深層脂肪，關於這個概念，在我们其他影片裡有。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，我們可以再去看一下其他影片，要講得更詳細。所以像這一種嬰兒肥掉下來的，它是深層脂肪墊的問題，你可以打消脂針嗎？不能，千萬不能打。消脂針只能打淺層的脂肪，為什麼？因為深層的脂肪墊那裡有神經。我剛剛說消脂針它可能會影響到顏面神經，所以它絕對不能打深層的脂肪。那這種狀況，我們用深層的拉提，像它就是做這個8字線深層的拉提，兩個同樣的笑容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它的臉它是變小的，它是變 V 的。所以如果臉要變小，我到底應該打肉毒，還是選擇消脂針，還是我要選擇拉提呢？很重要一件事，你要先弄清楚你的問題。打肉毒小臉是一個很常見的方法，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先決條件，你有沒有鬆弛跟下垂？打消脂針你必須要評估你的臉緊緻程度夠不夠。每個東西都有它可以處理或不能處理的問題，每個東西都有它特別注意的事項。有很多人他臉變小，他就需要綜合。什麼叫綜合？他需要有處理咬肌的問題，他需要處理鬆弛跟下垂的問題。但是請他按照順序。我相信這一集應該對你們會很有幫助。大家記得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。
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給朋友，你跟我們說，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。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這裡嘍，拜拜。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